楚红，你借用乡村支教的身份，欺骗和压迫这些各大领域的高阶人才数十年之久，只为谋取一己私利，你可认罪？我认罪。什么？楚红竟然是这样啊！这看着可不像啊！什么不像？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这样的人呐，我早就看透了他，还参加什么龙国榜样人？我呸！看样子是掏钱上的。可是我觉得楚红应该是有些真本事的呀，毕竟他培养的学生个个都是国家栋梁出身。试问自古至今又有哪个老师像他这样？本事？他一个只会压榨学生的人，能有什么本事？只是这些学生自身本领强，能有他什么事啊？他就是一个寄生虫、吸血鬼。这就是社会的败类，有这种别看自己的事情就没完。保持安静！原告，被告对自己所有的罪行供认不讳。你们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？供认不讳，明明就是证据确凿，他还有什么可辩驳的？他根本不配做一个老师。回审判长，我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。本庭宣告，被告人楚红犯虐待儿童罪、侵犯人权罪、侵害荣誉罪等10项罪名，证据确凿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死刑，即日执行。审判长，我有一事相求。最近我们公司新研发出了一项技术，叫记忆呈现器。在执行审判之前，我要求用记忆呈现器将我和楚红的记忆进行提取和重现，用直播的方式让全国人民都看到这个畜生究竟是做了什么。什么？还有这样的技术？为何我们不知道？因为这项技术一直是属于我龙国秘密研发，它目前还不是很成熟，所以对于它的副作用我还无从得知。不愧是刘院士，凭一己之力将龙国的科技遥遥领先于世界，我同意该提案的执行。可这台机器的副作用尚不明确，我担心有何不可？让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做实验，这是再合适不过了。能为我龙国的科技发展献出自己的生命，那也是他的殊荣。对，我赞成。如果能将当年的记忆重现，我相信对我们龙国的教育行业也会有很大的警示作用。此案关系重大，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，提议通过。雪儿，你这是何必？够了，你不配这样叫我。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让全国所有人都知道，你这个伪善的面孔下究竟是什么邪恶的嘴脸。雪儿，还记得老师跟你说过的话吗？谎言不会伤人，往往真相才是快刀。也罢，就让我再给你们上最后一堂课。准备就绪，开始提取。准备就绪，开始提取。你说什么？你要留下支教？我看你是疯了！你的未来一片通明，你前程似锦，你在这儿告诉我你要留在这个破地方？老师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为了龙国的未来，把更多的人才送出大山，不也是另一种报国吗？你就这么相信你的学生？我相信我的每一个学生，就像您相信我一样。哎，你别来这一套！我今天就是绑，也要把你绑回去！老师，楚老师，你能不能留下来？你要说了，只要跟着你，你就能带我离开大山。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不要丢下雪儿，好不好？雪儿不哭，老师不走，老师留在这儿，以后带雪儿走出大山，好不好？我这一辈子做了最后悔的事，就是让你来了刘家窑支教。你的院士身份，我会替你保留1年。1年后，不管什么情况，都必须给我滚回来，不然这辈子都别给我回来了。没想到楚红居然为了一个学生，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。年轻的楚红确实称得上一声老师，不过那位老人
我怎么看上去有点眼熟啊？我也看上去有点眼熟，但怎么想不起来了呢？住手！法庭开！楚雷，你疯了！住手！这是法庭！林书远，给我滚回座位去！这里是法庭，不是菜市场。有话好好说嘛。这位老人就是我的老师白先义，他就是害死老师的真凶。哼！你是说荧幕里的老人是白老？是白老，是白老，龙国最顶尖的院士，我怎么能记错？没想到楚红是白老的学生。家世于2年前病逝，临走前一直在喃喃地叫楚红的名字，可见这个畜生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他就是害死老师的真凶！你这种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这里是法庭，你要相信法律。对不起，审判长，是我冲动了。我相信法律，请继续进行审判吧。我相信法律，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的。他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。继续。这就是带电粒子在磁场中运动的基本规律了。牢记一下库伦定律：电场强度、电场力公式，楚老师，还有电势差。您出来一下。你好好记一下。好的，老师。村长，怎么了？叶雪那丫头的父亲来了，你看。楚老师，你好啊。这是咱自己家鸡下的蛋，你看。楚老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滚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滚！你，哼！我当年就是亲眼看见这个恶魔将我父亲赶出了学校，看着父亲的背影，我就自己心里暗暗发誓，如果有一天我走出了大山，我定要将这痛苦100倍的还给他。太过分了，这样的人也配当老师？一个含辛茹苦的父亲就这样被挡在学校外面，我不敢想，这是老师应有的权利。楚红，老师说的话，你都听到口肚子里了吗？你的这些行为把老师的脸都丢尽了。姓楚的，对于这件事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雪儿，我没想到你在楼上看到了那一幕，我更没想到这件事情给你留下这么深刻的阴影。我只想说的是，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那是怎样？你说啊！我不能说。是不能说，还是不敢说呀？用不用给你1天时间，让你编个故事？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燕学姐的父亲只是想看看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可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挠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因为他想让我给他暖床。什么？太夸张了！这个得的学生怎么下得去手这样？恶心透顶！这什么老师啊？什么？这个恶魔还提出过这样的要求？呸！简直是丧心病狂！这么肮脏龌龊的事儿，你是怎么干出来的？各位，我说明一下，白老师之所以会收他做学生，完全是被他给骗了。叶学姐，这个人渣居然还……这有什么不可能？像他这种人渣，做什么都不稀奇，无非就是多加一个罪名罢了。畜生！老子他妈杀了你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知道这个恶魔做了什么事儿吗？他就应该被处死！现在，立刻放开我！弄死他！弄死他！安静！这里是法庭，请控制好你的情绪，回到自己座位上去。刘院士，您刚刚说的可否属实？现在可是全球直播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能直接损失到您名誉，您是否要继续？审判长，直播要继续。我要将这个畜生的罪名公之于众。
刘海军呀，楚老师，你咋来了？稀客呀！燕雪呢？燕雪，上山砍柴去了。砍柴？你知道他才多大吗？他这个年纪正是读书的时候，你让他上山砍柴，耽误他的学习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姓楚的，我喊你一声楚老师是给你面子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刘海军，我今天必须把燕雪带走，他的学习不能耽误了。上学？好，楚老师，来，你不是喜欢砸鸡蛋吗？把这个鸡蛋给我捡起来。只要你捡起来，我就让燕雪去上学。好了，舍不得？你捡不捡？你不捡，我可回屋了呀！你赶紧走吧。哼！慢着，我捡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捡呐！楚老师，你那耀武扬威的劲儿呢？楚老师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就是把鸡蛋捡起来全部都给吃了，我也不会让燕雪跟着你去上学的。我啊，早已经给燕雪许了一门亲事。什么？刘海军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她可是你的亲闺女啊！亲闺女怎么了？那可是城里顶级的富豪，她嫁过去吃香的喝辣的没问题，总比在家里挨饿强啊。上学，一天天的还得花老子的钱，还不如嫁出去挣一笔钱供老子喝酒呢。挣钱？你女儿是商品吗？你可以把她卖来卖去吗？少他妈跟我来这一套！谁出的钱多，我就让她嫁给谁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好，你不是要钱吗？我给你钱，但我不是娶她，我要你和她断绝父女关系，永远不要再骚扰她。你个穷酸老师，你能有钱？别废话，开个价吧。这样，我也不跟你多要，这个数50万，你就把燕雪带走。至于你怎么玩她，我不管。50万，一分都不能少。我家燕雪，那可是黄花大闺女，人家可是第一次，这个价真的很值了。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不然我……咋？你打我呀？那可是老师。哎呦，我还不知道你呢，天天道貌岸然，冠冕堂皇的，你脑子里面装的，谁知道是什么龌龊思想？好，你这些话跟燕雪说过吗？你什么意思呀？我说过又怎样？我没说过又怎样？你他妈的又舍不得花钱，明天我就把他带到城里面，谁花钱我就卖给谁。50万是吧？好，我出，但你必须保证，以后不许再骚扰燕雪，以后从她的世界给我消失。口说无凭，我凭什么信你啊？这里有50万，拿着，滚！这里面能有钱？没有密码，自己查去。好，我这就滚，他奶奶的！我看谁还敢说我没钱！我要把我读书的全部都给赢回来！刘院士的父亲这是拿钱去赌了吧？肯定是，没想到刘院士的父亲是这种，为了赌博甚至卖女儿。刘院士的父亲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是不要忘了，花钱把刘院士娶回家，让他给自己暖床，也同样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是啊，口口声声说要断绝关系，却还做了如此下流之事，真是太禽兽不如了。是啊，都是人渣嘛！这是早就说过这人不是好东西，你不信？这有什么好稀奇的？这些事儿不过是这个人所犯恶行的冰山一角。哦不，还不能称之为人，因为人不会见死不救，袖手旁观。见死不救，
魏国清，这话要从何说起啊？叶学姐，知道我小时候为什么那么害怕见水吗？是他，就是因为这个人。小时候我意外落水，他见死不救也就罢了，还拦着我父亲去救我。这样的人渣，他险些害我淹死，他还配做老师吗？对，这件事我们都知道。燕学姐的父亲虽然酗酒赌博，但是见到自己女儿落水，还是奋不顾身上前去救。可是这个禽兽却涉嫌阻拦，要不是燕学姐命大，可能现在早已丧命。天哪，这还是人吗？自己见死不救就算了，还阻止刘院士的父亲救女儿，简直禽兽不如！哼，是啊，我看呐，他就是觉得那50万花的亏了，才想在刘院士身上找回来。哎，说不准啊，刘院士落水掉到河里啊，跟他就有关系。这个恶魔险些使我大夏损失了一位国之栋梁的院士，这已经不是个人问题了，而是国家利益。就算将他千刀万剐，也难解我心头之恨呐！千刀万剐，千刀万剐！这件事情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楚红，你就是一个畜生王八蛋！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今天就要将你的所有脏事全部都公之于众，让全天下的人看看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！慢着！怎么，现在后悔了？雪儿，不要再继续下去，我都是为你好，接下来的事你接受不了。够了！事到如今，你还要再惺惺作态吗？收起那副可笑的面孔，我今天就算是死，就算是身败名裂，我也要把你的事情公之于众。哎，那边都收拾好了吧？来，真是咱去看看去。把那个给我。哎，真的写轻一点。雪儿啊，爹也是为你好，你不要怪爹呀。刘海军，哎，楚老师，这咋了？楚老师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刘海军人呢？刚带着叶雪出去了，好像去河边了。哎，龙哥，那燕雪可就交给你了，你可要对燕雪好啊！放心吧。龙哥，那50万的高利贷不是刘海军，你还真是天真啊！你这一个破女儿能值50万？做梦呢！龙哥，咱说好了，那50万就一笔勾销啊！少废话，50万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不过呀，俺宽限你几天，这个月的利息不要了。那我的女儿，我不嫁了，哎呀！死赌鬼，赶紧给我滚蛋！舒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回头再跟你算账。狗东西，你敢打我？你不想活了？你们有种！你干嘛？你松手！咱们都别玩了，治不了你们，我还治不了这个臭娘们吗？叶雪，不要！叶雪，不要！给我等着！你回来！你不能去！你干什么？你没看见叶雪已经喝到水里了吗？楚老师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不要丢下雪儿，好不好？还收拾不了这个臭娘们儿！你这是杀人啊！什么情况？怎么黑屏了？不是仪器的问题，是楚红的脑电波一直处于高强度运转，现在已经用脑过度了。要不我们暂时休庭，让被告人休息一下。我反对，让被告人休息。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，燕学姐漏水，楚红见死不救已成事实，如今马上真相大白，他却用脑过度，你们不觉得这太过巧合了吧？魏总的意思是，楚红是故意这样的。当然，可他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休息期间很难判定，他不会畏罪自杀，真相就此抹除。
所以我提议继续审判，继续进行。可现在被告用脑过度，已经提取不了记忆了。叶学姐，我记得你说过，这个仪器可以调大功率，来读取人大脑深处最深层的潜意识，对吧？青，你疯了！这种模式对人体的损害极大，且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的。轻则脑瘫，重则失去生命。你确定要用在他身上？那又怎样？他难道不是穷凶极恶之徒吗？难道你不使用，就不用处死刑了吗？可是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出了事儿我负全责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姓楚的，你我之间再有什么恩怨，你也不至于搭上人命啊！哎呀，你这是杀人啊！腿脚不好，我去救人。快来人！救人！救人！脱水了！叶雪，快点！快点！快！叶雪，没事吧？叶雪啊，慢点，轻点。怎么了？这是叶雪，之前的50万是怎么答应我的？都怪他们出尔反尔，既然给我涨到了50万，我也是没办法呀。叶雪，叶雪，别碰我！叶雪，好，我不动。小雪不要嫁人！小雪，爹错了，爹再也不逼你嫁人了，再也不逼你嫁人了。先把叶雪带回屋里休息吧。咱们先出去吧，让她好好休息。好，好。楚老师，小雪她……叶雪好像失去落水前的记忆了。那孩子会怎么样啊？燕雪这种情况是正常的。据我了解，这是创伤后失忆症，8成是他心里不想回忆起那些不堪的往事吧。骆会长，我不是懂事，要不是我赌博酗酒，小雪她也不会。我会长，别打了，让他打。要不是他赌博，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？竟敢卖女儿！我不是人，我卖女求荣，我该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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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了，真把自己打死，叶雪就真没父亲。不过你要保证，以后不许再赌博了。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会对叶雪好，当一个好父亲，再也不让她受到伤害了。可是我看小雪这孩子，怕是不是对楚老师也有什么误解啊？我身为老师，受些误会又有什么呢？我唯一希望的就是让刘佳瑶，让所有和叶雪一样的孩子能有个光明的未来，能走出大山，改变大山。原来是这样，曹老师是为了维护刘院士的童年，才刻意隐瞒了当年的真相。是我们误会他了。楚红，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山村和学生，这样的人不配称老师，还有谁配？楚先生，您似乎不像是被控诉的那般。对于这个情况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没有。楚老师，如果您坚持像以前那样，一定会和白老一样，成为受人尊敬的人。可是你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？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我一直都没变。你变了，变成一只恶魔，你变成一只人人得而诛之的恶魔。你明知道叶学姐怕水，你明知道她经历过什么，你却还把她丢到水中，她差点被活活淹死，还送她去飘莲国，让她做卖国贼，就为了给你敛财。国清，我一直教育你要独立思考，不要相信所看到的一切。你能确定你看到的就是正确的吗？还在狡辩，你还在狡辩，倒是要看看你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深渊堕落的。等等，我一直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楚老师仅自己一个人就能带领出3位龙国顶尖的人才？现在我才明白，这就是楚老师说的将薪火传递下去。老师，我留在这儿是为了将薪火传递下去。楚老师，我能把我的推测讲出来吗？我已经被判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就直接问吧。
不用经过我的同意。不，那只是暂时的。我始终相信你，您的背后一定有苦衷。什么？仅仅看到几个感人画面，你就全盘否定了楚红之后所犯下的所有罪过？照你这么说，岂不是全世界都是错的？魏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楚老师为了学生，将自己的一辈子奉献给了教育，甚至只要学生能成才，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，如同春蚕，如同蜡炬。这样的老师，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吗？是，说对呀。像你口中说的那种好老师，最起码要全心全意为学生好，真心实意为学生付出。而你，仅仅只是看到了他的开始，便以偏概全。当你看到他之后所做的一切，你就会明白，他甚至不配成为老师，更配不上你所说的高尚。魏总说的对，人不能只看开始，切勿断章取义，以偏概全。这该不会是楚红找的托吧？而且楚红似乎也不过就教的普通的知识，我没看出有什么不一样。可是楚老师也不是在教刘院士自强吗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自强而已，幼儿园的老师都会说的。你这是在强词夺理。够了，都别说了。禁止喧哗。好了，这里不是你们讨论的地方，都安静。这个人，他说的没错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我为什么一直怨恨楚老师，不是因为他，而是因为我自己。我只记得了楚老师对我的不好、严格和严厉，却忘记了他对我的好。楚老师，谢谢你。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。谢谢你对我的言传身教，教会了我这么多。更谢谢你在黑夜的背后，作为黎明的光，一直默默守护着我。雪儿，你不是答应过老师不再哭的吗？楚老师，真的很对不起。不过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，可是您为什么狠心把我一个人留下来？雪儿，真相就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你现在已经成长成人了，也成了人人尊重的科学家。不，对我来说这个真相非常重要。我真的想知道您当时是在想什么。以后要钱也好，出国也好，这些我都不在乎。我坚信你肯定有自己的苦衷，就像是你为了呵护我的童年，背负了一切一样。刘月雪，你疯了吗？你之后受了多少委屈，你都忘了吗？燕学姐，老师他以前对你好不假，但后来呢？这么多年的痛苦你都忘了吗？就这么轻易的原谅他，你对得起自己吗？不重要了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人的记忆是有限的，如果这件事对你来说如此深刻，说明那时候我没有选错。雪儿，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吗？凡事都需要坚持，滴水亦能穿石。我明白了，老师，我全都明白了。审判长，我要撤诉。他说的也对呀。什么情况啊？怎么突然就反转了？我要疯了！谁能给我解释一下那个破石头有啥含义啊？我要撤销对楚老师的一切行为，他不应该被这么对待，没有人有资格这么对待他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不知道，这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。安静！刘院士，您方便说一说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审判长，我明白了，我全部都明白了，跟楚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我的错，全部都是因为我。楚老师，
匙呢？钥匙在你这儿吗？啊，钥匙呢？钥匙呢？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审判我的老师。雪儿，老师不怪你。既然误会已经解开，那之后的记忆，咱们就不要再翻了，好吗？我都听楚老师的。刘艳雪，你疯了吗？你给一个人渣道什么歉？魏国清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楚老师值得你的尊重。值得我尊重？刘艳雪，你少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了。你知道我这些年都经历了些什么吗？我知道你经历了什么，但是楚老师值得你的尊重，你不能这样说他。别给我整这些有的没的。今天记忆曝光不能停止，我受到的伤害也一定要公之于众。对呀，说的对，我们需要真相。是啊，又不是录制什么综艺节目，怎么还吊人胃口呀？说的对，没错。继续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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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看。要不我们还是继续看下去吧。这个世界上对你误会太深了，你需要一个解释。其实没有这个必要，我只希望我的学生好，我就知足了。楚老师，您为了教育，为了培养国家一代又一代的人才，您付出了那么多，您牺牲了您自己，在孤雁前行。您是英雄，英雄不应该被误解的。是啊，楚老师，我们不为了这个案子，也为了咱们的教育，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继续下去。今天我们讲滴水穿石。村长，您这是跪下！村长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楚老师，这是隔壁村的孩子，叫魏国清。前几天下大雨，河道涨水，他父母为了送他过河，不慎坠河淹死了。他实在是没地方去，迫不得已找到了您这儿。大家知道您有本事，这孩子交给您，一定能成才。不行，楚老师是城里人，根本就不属于大山。他再过几个月就要带我离开这里了，我不允许你们这样为难他。你闭嘴！磕头！来，快给楚老师磕头！快，够了！赶快叫老师啊！楚老师，哎，这孩子交给你，我就放心了，不打扰您上课了啊！好好跟老师学啊！哎，走了。你叫魏国清是吧？这人怎么这样啊？都说了不收学生了。再说了，我过几天就要去科研院了，这不是耽误人吗？好了，反人精。我父母已经死了，就在刘家窑的那条河里。就因为我当初被强行塞进了学校，耽误了你们回城的计划，所以我就一直被当作累赘。你们不是想要钱吗？好，我给你们钱，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们，我把命都给你们，行了吧？魏国清，你在说些什么呀？楚老师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。楚老师，你一口一个楚老师，别忘了，这个机器可是你发明的，审判也是你提起来的，你早干嘛去了？是我做的没错，但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全部都是我的错，跟楚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没有错。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好一个没有做错任何事情。那好啊，那我们就把记忆提取出来，让全世界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做错。不可能，楚老师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，他已经完全扛受不住这么高强度的辐射和读取了。不愿意是吧？我来读取我的记忆。国清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快停下来！这么大的功率，别说楚老师了，连你也扛不住，你赶紧给我停下来！不，审判不能停止，我是恨他，我恨不得他现在立刻就去死，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。可是我不能这么做，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，就是要他死，我也要他死得明白。
楚老师，老师怎么样了？楚老师他昏迷了。老师，你醒醒！老师，第3根是肩颈穴。天哪，竟然是秦老！这可是真正的国士无双。是啊，要不是秦老研究的疫苗，我们龙国绝不可能挺过前2年那场病毒啊！这么大的人物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不是你的老师，我也不配是你的老师。沈天启也沈天启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一个吃里扒外的人？你多风光啊！最年轻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，龙国医学界年轻翘楚中最耀眼的存在，我怎么配教你这么厉害的人？老师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没错，你怎么会有错？而且我不是你的老师，他才是你的老师。你这几个小白眼儿！前几天我就听说有几个年轻翘楚聚集于此。依我看，就是一群喂不熟的畜生。红儿，红儿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秦叔，你怎么来了？红儿，我没想到你会有这么一天。这群小畜生居然敢这么对你，还要判你死刑！依我看，该判死刑的是他们。秦叔，我不怪他们，是我做的不够好。谁敢说你做的不够好？放眼整个龙国，有谁还能比你做的更好？既然老白临走的时候把你托付给我，我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受半点的委屈。秦叔，老师是不是可恨我了？是我对不起他，我连他的葬礼我都没去，我对不起他。红儿没有，你的老师一直以你为骄傲啊！你不知道，他在我们面前炫耀你的时候，我们这几个老家伙有多羡慕啊！红儿，走，我带你回家，咱不在这儿受着委屈了。秦叔，我想继续。说什么？我想继续，我想我的老师了，我想在回忆里再去看看。孩子，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你的身体，你根本扛不住这么大的负荷呀！秦叔，其实我现在已经时日不多了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你明明你才……秦叔，我已经快灯枯油尽了，就让我回去再看看老师。看看这些孩子小时候的样子吧，好吗？都依着你。秦老，小张，我记得你，好好判决。我看这个世界上谁有资格宣判他？秦老，您放心，我会尽力还楚老师一个清白。我告诉你们几个小兔崽子，诬陷人简单，无非就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可想还人清白，还要人一条命。今天不光只是我在这里，我们科研院的这一帮老头都会过来。你们几个小兔崽子有没有想过，你们凭什么能站到这里？秦叔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护着他们？我不答应，我们科研院的老头们不会答应。
你老师的在天之灵不会答应，14万龙国人更不会答应。魏国清，我没叫错吧？秦老，您认识我？我何止认识你，我10几年前我就认识你。秦老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要不是你的老师，你能有今天吗？你能熬过那个晚上吗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那个人绝对不可能是楚红，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又封印啊？样子似乎是回想起了那些尘封的回忆。被救了也不知道救自己的人是谁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秦老说的，秦能有假？我肯定相信秦老。审判长，我要求继续播放画面，我要知道事实，我要知道一切的真相。楚老师，您真的不一起去京都吗？等我把国清带出来之后，我就回京都。你到了京都科研院，就说是楚红的学生，找白老。开往京都的车即将发车了，请各位旅客车到了，抓紧时间上车。楚老师，燕学姐为什么可以去京都的科研院呀？因为你燕学姐为刘家窑成功盖起了大桥，等你盖起来大楼，你也可以去科研院。才不要去科研院，每天看燕学姐好辛苦的样子。那你想做什么呀？我要挣钱，我要挣好多好多的钱，我要成为这世界上最厉害的企业家。还挣钱，还企业家，我看真是穷疯了。你谁啊？你谁啊？凭什么瞧不起人？我就是瞧不起你们这帮万恶的有钱人，一个个只知道挖空心思经商，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，凭什么让我瞧得起你啊？你说的是商人，并非企业家。不是，这两者有何区别吗？商人为了钱，眼里只有利益，而企业家是为了让整个社会发展起来，赚钱只是他们的手段，并非目的。说的好听，可又有几人能做到这样？他们做不到，不代表我也做不到。就你，别逗，难不成你跟刘艳雪一样是楚老师的学生？你认识楚红？当然，我这次去刘家窑就是为了找楚老师。楚老师跟别的老师不一样，他不会死教知识，这叫什么才什么来着？因材施教。哦，对，就是这个。你居然还懂这个？楚老师，真是你啊！你好。你是楚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停车！我要下车。这是谁家孩子啊？这是隔壁村沈寡妇家的孩儿。他小的时候，他爹都把他娘俩抛弃了，然后他娘还有肺病，给他一个人拉扯大，也可不容易啊。哎，楚老师，国清这孩儿是咋了？脸色正红啊！国清，楚老师，国清好困。国清，我先睡会儿。糟了，这孩子指定是发烧了，得赶紧送医院。走，国清，咱们去医院。哎，楚老师，您这是干嘛去？我得带国清去县医院。哎呀，楚老师，这大山里不好打车的，这样我给你们送到县医院。这怎么能行？车上坐的都是乡亲们，我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耽误所有乡亲们。咦，楚老师，你这说的啥话？来，小心。是啊，你也都是看着国清长大的，俺能看着他出事不能啊？就是，我支持调动去县医院，我也支持。我也支持。我替国清感谢各位乡亲们。楚老师，你这是干啥呀？要说感谢，得俺们感谢你呀！要不是你，燕雪那闺女能走出大山不能？你做了一切，俺都看在眼里了。你是一个好老师啊！是啊，楚老师，再说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把国清送到医院啊！是人命关天呐！都说穷山恶水出刁民，可是没想到，在这山区里的刘家窑，居然出现了如此感人的一幕啊！
我觉得是将心比心的原因。楚红燃烧自己的青春去帮助刘家窑发展，村民们对他好也是应该的。我想，楚红便是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的代表了。但是这件事儿怎么没有听魏总提起过呢？快了，快了，真相马上就要出来了。医生，怎么样？那个孩子什么情况？不是很乐观，需要做个透析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和病人什么关系？我是孩子的老师。那先交钱吧，我们尽快安排。通知一下病人家属，后面的事不是你能做主的，需要监护人同意。孩子的父母已经去世了，我现在就是孩子的监护人。那好，拿着这个单子，缴完费之后带他去做吧。3000，这么贵？抱歉，这是规定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楚老师，我这有500块钱，你先拿住，给孩子治病要紧啊。对，楚老师，这里有200。哎，我这有100，还有我这里。楚老师，拿着吧，哎，这是我的。拿着。还有我这有100，快拿着吧。就是啊，楚老师，您拿着吧。来，我许去谢，你等我。楚老师，你别做难啊！俺知道你出来的急，没有带钱，这孩子的病可不能拖啊！这人生在世，除了生死，那都是小事儿。就是，楚老师，快拿点钱就给孩子整病。谢谢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孩子父母没了，那他还有什么亲人吗？可能有吧。那赶紧通知一下他的亲属吧。接下来的病情不是你能决定的了。作为老师，你已经尽力了，但他这个病，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。你这么年轻，为了这个搭上自己的半辈子，不值。大夫，这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白血病，已经确诊了。不对，说这可怎么办呢？现在不是已经出了治疗白血病的方法了吗？确实是这样，但你知道，白血病不是普通的病，最难的是期间治疗的费用，即便是一般优渥的家庭，也未必承担得起。我看你也不是什么有钱人，这个价格你承担不起。需要多少钱？没有准数，但至少每天5万打底。情况严重的话，还需要更多。能不能根治？可以是可以，但费用会更加高昂。更重要的是，需要骨髓移植，这个东西不是你想要它就有，还需要匹配是否合适。医生，先给孩子治病吧，钱我会补上的。我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还要管？你知不知道这笔费用到底是什么天文数字？那你告诉我，到底该怎么办？那个孩子从小受尽了屈辱，年纪轻轻就没了父母，现在好不容易有走出大山的希望，现在却得了这种病。他才10岁，他就想活命，他有什么错呀？抱歉，这是医院规定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医生，还请你给我3天的时间，钱我一定会补齐。出来了！啊，楚老师。老师，我京都的房子卖掉的话，最快能拿多少钱？卖房子还是京都的？楚红是不是疯了？一个老师为了素不相识的学生，居然卖房子，值得吗？哼！最可恨的是，这个学生居然在若干年后亲手将自己的老师送上了法庭，真是讽刺啊！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！
这绝对不可能！他是一个恶魔，怎么会因为我卖房子呢？这一切都是假的！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，国清？我明白了，你们串通起来骗我，这一切都是你们串通好的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总是这样想我们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刘艳雪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和他早早的就去了科研院，就是因为我耽误了你们的光明大道。我一直是个拖油瓶，一直都是。够了！你这样做，你对得起楚老师吗？刘艳雪，你疯了吧？你他妈敢打我！我看你才是疯了吧！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。现在坐在这满头白发的人，他现在才不到40岁。那又怎样？难道他成为现在这样，都是因为我不成？不然你以为呢？不然你以为呢？秦叔，放心吧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该让真相大白了。秦老，我承认楚老师当年卖房给我治病，我确实应该感激他。但是比起这个，我觉得我更应该感激当年捐献骨髓救我命的那个人，因为没有他，就没有我的这条命。但是更讽刺的是，你亲手将你的救命恩人告上了法庭。什么？怎么会？你说的那个人是？可我当年明明问过他，问过？你问过就对吗？你不知道就代表没有吗？这是什么狗屁逻辑？想当初，你的老师要求我们所有人要瞒着你这个真相，要不然以他的事迹，怎么可能落到这种下场？找到了。Shit, what the fuck is this? I asked you to check up on the 3 people from the Longguo country, okay? I talked about Mr. Wei, Mrs. Shen, and Mrs. Liu. And what do? You show me what the prisoners are doing? 这就是他们3个人的老师，这才是他们3人增长起来的真正原因。原来如此啊。那为什么他被铐起来呢？ I want you to check this out. And also, I want everyone in our country to watch this live feed, okay? There's got to be something we can dig up. 秦老，您是我们龙国万人敬仰的院士，甚至称您一句国士无双都不为过。但是我就想知道，为何他楚红做了而不敢承认？还有，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老师，为何愿意变卖家产救一个普通的学生？试问天下人，谁能做到如此这般？你这个小兔崽子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秦叔，你从小父母双亡，我身为你的老师，我不管用什么方法，都有责任让你活下去，去完成你的大企业家的梦想。够了！这种冠冕堂皇的话，难道还说不腻吗？你觉得我会信吗？既然你不信，那就继续看吧，让你看看你的老师究竟为你付出了多少。开始提取。什么？你要卖房子？你到底做什么了？这么缺钱？老师，您说这命运，他为什么专挑苦命的人呢？他明明还那么小。你别急，你先慢慢跟我把情况说清楚。老师，你还记得我后来收的那个学生吗？好像记得，他好像叫魏国清。怎么了？他是有什么梦想？要让你花钱吗？他想活着。他想活着。情况我都了解了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觉得值吗？老师，他是我的学生，我不能眼睁睁的就这样看着他被扼杀在摇篮里。我觉得我不管做什么都是值得的。
可是你做的已经够多了。你知不知道一个老师的职责到底是什么？尽头在哪里？我并不明白这些含义。我只知道我身为老师，我必须以身躯作为明灯，为我的学生照亮他们未来的道路。好一个以身躯做明灯，照亮他人的道路。既然你都想清楚了，就回家去收拾收拾，明天带他到京城，我会找人给他治病，但这次的费用就由你一个人自己承担。房子我会尽快给你卖出去的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用我身躯做明灯，照亮他人道路，这才是真正的老师。我龙国有此一人，实乃我龙国之幸啊！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只是救命之恩呐，简直是再生父母也不为过呀！能跟楚老师生活在一个时代，实在是我辈之幸啊！太不可思议了，他真伟大。可悲的是，这样的宝贵龙国人还要给这位老师判处死刑，那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？长官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You know, in a normal situation, it would be really hard to get this guy to come over. But now he's a criminal on death row. So I think we have a chance to negotiate. What else can we give them? Semiconductors? Not only that, 这个远远不够. We can also give him a lathe, a lithography machine, anything he wants. He'll definitely come over to us. 长官，这绝对不行，这些都是龙国梦寐以求的技术。 一旦我们给了他们，后果不敢想象，太疯狂了。不，一点都不疯狂。As long as we have this teacher, then we can definitely get a lot of talent and move this country forward into a new era. 楚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一直以为我在您眼里就是一个拖油瓶，不被你关心，是我错怪你了。 审判长，我要求撤诉。我的老师没有半点对不起我，别再继续了。撤诉？想都别想！今天必须继续。秦老，我……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点小心思啊！事情的真相马上就要大白了，你却不敢面对了，对不对？事情的真相远不止于此。今天我要让红儿吃过的苦，受过的罪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让你们看个明白。给我继续！你们是？哟，你小子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找楚老师吗？你就是楚老师。是我。我是天琪的妈妈。楚老师，上次的事您别往心里去。天琪这孩子就这性格，我替他给你赔不是了。天琪妈妈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使不得呀！快起来！妈，咱回家，咱不求别人，快起来！跪下！楚老师，就是上周我查出了癌症，我也不知道我能活多久。我想把天琪这孩子托付给你。天琪妈妈，你先起来。不行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妈，我虽然小，但是我有力气，我可以赚钱给你治病，你一定会好好的，你不会死。天琪妈妈，
我答应你。真的？真的，起来吧。天启，跪下，给老师磕头。慢着，我有一个要求。楚老师，你尽管说，别说是1个，就是10个、100个，我都答应你。只要你收下这孩子，现在让我死都行。沈天琪，转过去，看着你的母亲，看清楚这个女人的脸。这个为了让你出人头地，为了不成为你的负担，要为你去死的人，这个人是你的母亲，是你的妈妈，是你最该感谢的人。跪下，磕头。起来吧。这个孩子，我收下了。楚老师，那你说的条件呢？这就是条件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楚红的学生。天启，你给我记好了，从今往后，你必须报答楚老师。如果以后你混蛋，有对不住楚老师的地方，你咬我，就是埋在黄土里，我也要爬出来揍你，绝不原谅你。你记住了吗？娘，天启记住了。娘，天启记住了。你的书都念到狗肚子里了吗？你那大字不识的母亲尚且知道感恩，我早知道你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，我绝对不会收你为学生。老师，好了，留着你这些话，给你的老师解释吧。继续。你怎么也来了？国清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楚老师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你这是在医院啊。楚老师，我疼，我不想在医院，我想回家。再坚持一下，等病好了，我就带你回家。你乖乖接受治疗。老师这2天可能要出趟差。楚老师不要，我不想一个人，我一个人害怕。你是男子汉，坚强点知道吧？你还要成为最大的企业家呢。不哭了。秦叔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明明已经最大限度了保住了孩子的性命，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因为他还是个孩子，他应该有光明的未来和远大的前程，不应该躺在病床上饱受痛苦。他应该有光明的前程和远大的未来，你呢？你不应该有吗？你知不知道你的老师对于你寄予多么大的厚望？你就这么对自己啊？秦叔，你就别劝我了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必须尽全力保证这孩子活下去。好了，你把这个抢来。秦叔，还请您对我捐献骨髓的事，对那个孩子保密。你说什么？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他？你知道你为这个事儿付出了多少吗？你又不是他的父母，这孩子长大了绝对不会记得你。我就是想让他不记得，我不想让他觉得这是他欠我的。
我不想让这成为他一辈子的枷锁。疯了，你简直是疯了！我真不知道老白当初是怎么教育你的。秦叔，这和老师无关，是我自己的想法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白血病的痊愈十分渺茫，即便是骨髓匹配，也并非能够成功。我明白，失败就再来一次，直到成功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这是抽骨髓，不是儿戏。你知不知道多次抽骨髓的危害呀？我知道，但这不会要了我的命。如果不抽我的，这个孩子就彻底没命了。疯了，疯了！你简直是疯了！我现在只能告诉你，我会尽力做好这台手术。谢谢秦叔。医生，手术怎么样？楚先生，很抱歉的通知你，手术失败了。继续。楚先生，你现在身体很虚弱，不可以继续了。我说继续。楚先生，让他继续。怎么样了？恭喜你，手术成功了。快带我去看看。不行，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，你不能乱动。说实话，这手术到底成功了没有？继续。楚先生，不能继续了。短时间内连续2次对你身体危害极大，如果继续如此，你会没命的呀。如果我不做，那个孩子必定没命。听我的，有什么责任我自己承担。秦叔，手术怎么样了？你别叫我啊，我担不起你这身秦叔，这么多医生都瞒不住你一个人呢。哎，手术啊，这次成功了，这是真的。那个孩子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倒是你现在更危险。还是秦叔厉害。行，别拍我的马屁。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身体调养好，听见没？本来你的老师是要过来的，但是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，气得他是3天3夜没吃没喝，死活都不愿意来呀。还请秦叔照顾好我老师，还有天喜那个孩子。我就知道你小子把那个孩子带过来没安好心。不过这孩子不错，有灵性，我收下了。谢谢秦叔。是你是公交车上那个。公交车上的事，我向你道歉，我不是故意说你的。没事儿，我也不应该那么说你的。对了，楚老师呢？楚老师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也没见着他呀。还没回来吗？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说，秦院士真太牛了，你得的可是白血病啊！秦院士居然能把你根治，那真是妙手回春呐！白血病？楚老师不是说是晕车吗？晕车？
晕车哪能住院呀？老师这2天可能要出趟差，所以楚老师不是去出差，是怕我连累他。那你知道是谁救了我吗？秦爷爷好。秦爷爷，您知道是谁救了我吗？秦爷爷，您知道是谁救了我吗？孩子，你不需要知道他的名字，但是你必须记住，这个人是你生命当中的英雄，他燃烧着自己的生命，点燃了你光明的未来。你不需要知道他的名字，但是必须记住此事。楚老师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老师从来都没有怪过你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你为我做了那么多，我却还……我真是该死！爸，请您允许我叫您一声爸。楚老师，如果不是因为您，我也不会认识像秦老这样的人物。你也担得起一句我的父亲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也请允许我叫你一声父亲。爸。好孩子，你们都是好孩子，老师以你们为荣。好了，都过去了，以前的事我们不要再提了。不管我做什么，你们都不要放在心上，你们只要做好自己就好了。楚先生，我以法律的名义宣布，撤销你身上的全部罪行。面对今天刚刚对你的判决，予以否决。您所做之事远超一名老师所应该做的，请受我一拜。既然事情的真相已经水落石出了，那我今天就要看一看，这样一位伟大的老师，谁敢把他推上断头台？晚辈惭愧，我这就还楚先生一个清白。3位原告，我以一个审判者的身份，取消了诉讼，并撤销了之前的审判结果，你们可有异议？没有。好，那我宣布，被告人楚红无罪，当庭释放。嗨，这你虽然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如果全天下的老师都如楚老师一般，那何愁天下无人才？这教育不是死板的形式，而是多元化的。能和楚老师同为龙国人，是我们的幸运，更是我们整个龙国的幸运啊！老师。艾米丽，你到这里干什么？我是来接楚红楚先生回家。放屁！楚先生是龙国人，龙国永远是他的家乡，干你们何事啊？我承认楚先生是龙国人不假，但是你们现在在干什么？在对他施以极刑，你们根本就配不上拥有楚先生这样的人才。楚先生，我代表漂亮国全体人民，诚邀你来我国教书育人，为我们培养更为先进的人才。
我们将为你开出年薪5亿刀，并授予我们最高学府的荣耀——院长一职。什么？年薪5亿？还是刀？院长，这得多少钱呢？没见识！更正宗的是后边那个荣誉院长，好不好？那可是享誉全世界的学校。怎么办？楚老师不会真的接受这个邀请了吧？毕竟这个条件真的很丰厚啊！艾米瑞，你给老子滚出去！这里不欢迎你 ！Go out！ 秦院士，别生气，我这次来不只是代表我的国家，而是联合扶桑、不列颠等8大国家诚挚的邀请楚先生来任职，并非强人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楚红去了你那儿还能回来吗？我们龙国不是没有前车之鉴。你什么意思？秦院士，我们是带着非常大的诚意来的，但你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含沙射影，难道不是怕我们国报复吗？报复？艾米瑞，你还以为现在的龙国是以前任人宰割的弱国吗？告诉你，东方雄狮早已苏醒，想对我们威胁，我送你4个字儿：门儿都没有。艾米瑞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大可以试一试。刘院士，我知道你是楚先生的学生，如果你愿意替我说服楚先生，那我将会为你提供丰厚的报酬。你想都别想，我绝对不会答应你的任何一个条件。即便是光刻机、半导体技术也不可以吗？这可是你们龙国梦寐以求的技术啊！竟然是光刻机，这回漂亮国真下血本了呀！是啊，以前我们30多年都没有攻克难关，现在居然点点头就能够轻而易举得到了。听到了吗？如果因为你的拒绝而让龙国失去了如此重要的技术，这样的骂名你背得起吗？艾米瑞，你知道你今天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你太小瞧我们龙国人的团结和智力。光刻机的技术我们暂时还未攻克，但是我们迟早有一天会攻克，并且会领先于全世界。别说是楚老师，即使是我们龙国的任何一个领，我们也不会拿它来做交换。说的太好了，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龙国人。你的外国狗，滚出龙国！滚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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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帮愚蠢的龙国人！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不用管，只要楚先生愿意，他们挡不住我们。楚先生，我们是非常诚挚的向你发出邀请的，还希望你能考虑一下。楚先生，我承认我们之前对你所做的给你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，但是大局当前，我还是希望您能原谅。看看，哪怕到了现在，你们居然还有要求楚先生做一些有利于你们的事，用你们的龙国的话怎么说来着？哦，对，道德绑架。米瑞先生，看来你们今天是特意来找我的。是这样的，尊敬的楚红先生，这场直播我们也看了，我们认为像你这样的人才，绝对不应该在龙国埋没，也不应该被审判。只有这些条件吗？哦，当然不是。尊敬的楚先生，我们愿意为你修建一所面积高达5平方公里的研发所，并给你提供全世界顶尖的设备和仪器。确实挺诱人。楚先生，你……首先，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但我还是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，因为我不能抛弃我的学生们，更不能抛弃我的家乡。楚先生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开的条件不够好吗？这些都是可以谈的呀，只要不太过分，你想要什么我们都可以满足你。平心而论，你们开的条件十分的诱人，钱、权、名都是顶级的待遇。可即便如此，你还拒绝了我们，
我不理解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所追求的并不是这些，你们开出的条件也不是我想要的。那您到底想要什么？只要我们能做到的，我们都可以满足你。我们是非常诚意的。我所追求的很简单，并不复杂。我只愿我龙国昌盛，愿龙国后辈人人皆可成才，人人皆可成为人中龙凤。真好，龙儿争光，好一个人人皆可成为人中龙凤。林部，苏老师，您说的太好了。若是我龙国人人有楚老师这样的觉悟，何愁国家不强，民族不兴？您太客气了，艾米瑞先生，你们的国家确实十分的强大，有机会我也很想去看看，但是以一个游客的身份，并非是教师。我们也希望楚先生可以来参观，也许会因此改变主意。你始终没有明白，我们龙国自始至终有一种精神，这种精神就是坚韧不拔。正因为这种精神，才让我们龙国屹立于世界。说的太好了，说的太好了！哼，别以为一点蝇头小利就能收买我们国家的优秀教师，赶紧滚出去！就是这帮洋鬼子，永远不懂我们龙国的立足之本。没错，就是啊。可是你说这么多，这些人还是不懂什么叫珍惜，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。唉，这些你辛辛苦苦的带大的学生，非但不感激你，还亲手将你送上法庭，甚至还想结束你的生命。难道这些还不足以证明这些人真正的面目吗？还有他们，一帮见风使舵的人，在你低谷的时候，巴不得人人都出来踩你一脚，现在又一个一个来奉承你。这样的国家真是值得留恋吗？只有我们懂什么叫做珍惜，我们绝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才坐上审判席，也绝不会让任何一颗民族蒙尘。喂，楚先生，我不了解，这是为什么？在我们国家有句古话叫做知恩图报，这片土地养育了我，所以我不会为此抛弃它。我们只会帮助我们的国家摆脱贫困，而不是摆脱贫穷的家乡，不是吗？可是他们伤害了你啊！难道这即便这样也不愿摆脱吗？试问，换作是你，你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伤害你的母亲吗？于我而言，于整个龙国而言，龙国就是我们的母亲。楚先生，你这番话深深教育了我，将祖国比喻成母亲，是我们从未想过的事儿。之前我不理解，现在我理解了。你值得全世界所有的人的尊敬。什么？此话当真？诸位，刚刚接到电话，全世界在外的龙国人都表示要回到国内，他们嚷嚷着说要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，为祖国母亲奉献毕生所需。苏老师啊，这一切都归功于你呀！不是的，我只是说说大家都明白的道理。真正要感谢的是国家强大，正因如此，我们才有了底气。对，说的对，因为祖国的强势。艾米，你待在这干嘛？楚老师是绝对不会跟你走的。那让楚先生暂且待在龙国，但是如果再次发生这么荒唐的事儿，我绝不会让楚先生继续待在这儿。走。年级，学生在。你老师的身体状况你最清楚，还不赶快把你最新研制的药给你老师用？是。
什么？天启，你竟然研制出如此神奇的药！哈哈哈哈！这得感谢你呀，将这么厉害的孩子送到我的手里，这是龙国之幸啊！楚老师才是龙国之幸。好了好了，都不要吵了，你们都是我龙国的天之骄子，都是我龙国之大幸。楚老师啊，你为了龙宝，毅然放弃如此优厚的条件，而我龙国也绝对不会亏待你。待会儿，请随我回京都，有天大的好事在等着你啊！别，我受之有愧。哎，你就接着吧，哪有母亲给的礼物你还拒绝呢？啊！国之大幸啊！这都是乔老师应得的。